先让我们看一个 VCR， 你看。你俩是前年偶然在商场里碰见。当时也没想俩人能长，就是慢慢看，慢慢走，后来越走就觉得还行还行，就这么一直走，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有病。大夫说怀疑是白血病。有病以后我就一直跟他说，算了吧，咱就别在一起了。这种病不可以生儿育女，我父母也让我一直就是放弃他。然后有时候我们俩吵架，他也说，你知道，其实我跟这块压力挺大的，我们家我自身压力，其实我能理解。有一天，因为任何事情，因为我病也好，因为别的也好，咱俩分手了，我都不埋怨，我也都不恨他，因为毕竟这段挺难的日子他陪我走的。我也不希望以后再听到你说这种话，请你相信我。因为爱你，所以绝不放手。因为爱你，我不得不放开你的手。这大概是他们内心最纠缠的地方。我们来分享这个爱。来，用你们的掌声，请出这对主人公。来，有请。男主人公杜玉22岁，来自天津，自由职业，收入不定；女主人公李耀新20岁，来自天津，待业，收入不定。来，有请两位。非常好。要不要坐个凳子？不需要了。不需要。不需要。想站着完成。编导跟我说，其实应该戴口罩的。是。这个环境其实对你的身体不利，为什么连口罩也不戴？想拍的完美一点。想拍的完美一点。是。小杜特别爱他是吧？是。姑娘现在想跟你分手，你不肯。是。小李，我听他们说你从小就特别懂事儿哈。还可以吧。很早就把家里的担子挑在了肩上，是这样吗？是，16、17岁。16、17岁啊。自己喜欢跳舞。很小时候特别喜欢，但是后来一直有病了以后就没再坚持。就是一直是个乖乖女哈。我觉得还可以。怎么认识她的？她是我朋友的朋友所以很巧合的认识了然后就把她电话留下来，然后发短信然后就开始好了是。那时候喜欢他什么？当时没觉得，就是时间能长，就是觉得先试试吧，然后慢慢的觉得俩人挺合适的，然后就在一起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恋爱有的时候距离会让爱情发生一些变化，其实在他们的爱情中就有距离的差异。小杜曾经就到了日本去，是吧？去那里留学。待了半年就回来了。是思念。当时是去半年，然后放假回来，然后在出国前一天晚上，反正就挺舍不得他的，然后当时就决定不回去了。第二天的机票要走，然后就舍不得他，就放弃学业了。本来两个人可能认为说跨了这个坎儿，应该是奔向幸福了哈，你们想要的生活。但是小李却被查出有白血病。当时他们都没跟我说，检查病的时候医生说让我出去，还跟那个家里人交代一下。我妈妈没跟我说，她瞒着我。然后我住医院以后，医生说必须得跟我说。当时挺不相信的，真的。小杜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知道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阿姨跟我说，就是怀疑是白血病。你当时什么感受？当时就挺不相信是不是就是误诊，反正就特别不相信，觉得这不可能。转天就去另外医院去复查，当时阿姨让我不能和她说，所以就一直她提到白血病这事儿，我就说也许是医院误诊了也好，是其他原因也好，就是这样。就是你一边要陪着她看病，一边还有一个责任是要隐瞒她病情，是不是这样？心里很痛吧，应该。很痛，然后觉得特别沉重，然后还冲着他的时候还要笑，觉得没有事没有事。这个病到底会对小李有什么样的影响？我们来听听他的主治医师是怎么说的。来，这个病人呢，初次到我们这里来是去年的6月份。这一类型的白血病的话，如果说坚持治疗，
他的长期生存可以达到50%到60%。从他的治疗情况来看呢，就是说治疗的间隔时间是会比较长一些主要的问题呢，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济原因。姑娘一小嘛，唱歌跳舞，学习也特别好。因为他爸是2005年就下岗了，家庭条件也不那么富裕，完了他就说他不上了，就出来打工了，挣钱贴吧家里头。孩子在医院就是说，做腰穿、做骨穿、打疗，不吃不喝吐，孩子们都不知道，好多天不吃不喝吐。我现在呢就是手上有这个管儿，它这个线呢一直在里面连着那个静脉，然后一直连到我的心脏这个附近周围。然后呢每次我们输液的时候呢，从这儿输。我因为那个化疗嘛，然后呢头发呢基本上都没有了。我现在戴着假头套，有时候我的男朋友去找我，然后呢我就也不戴头发，他也能接受，要不然还拿我逗，就说那个你看小光头出来了。我有时候也是经常哭，孩子就说妈你不用那个嘛，你不用那个难过，我会坚持下去的，我会那个嘛的，我会好好治的，配合大夫治的。我还得回报你了，还得回报你和我爸了。就这样说，孩子，你看他在医院里就是自己打疗，不想吃饭，不想睡觉，完了我要感冒了，他还照顾我了。就像这现在，我一点那个，有时候我也找点活干，不得挣他钱吗？吃饭吗？他有时候在家就是化完疗了回家做饭给我送饭。孩子，没有办法。现在这个病人呢，相对来讲并发症就是有一个肺部真菌感染出血，那么都有可能的危及患者的这种生命。我想要获得比较好的治疗，他就应该按照规程，按照我们的化疗方案一步一步走下去，必须及时的来医院就诊。概率是50%-60%。我们知道其实得了这个病，像大夫说的，他需要有一个持续治疗的时间，但是大夫说你没有持续治疗是吧？每次回家就是时间间隔比较长。为什么？一是因为不太喜欢住院，二是因为经济条件真是不太允许。你家里人他的这些情况都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一定是要求你分开，对不对？是。也没有结婚嘛，那你为什么要坚持？他好的时候两人在一块儿特别甜蜜特别幸福，你不能因为就是得一场病，然后因为白血病然后两个人分开，我觉得那样做太不男人了。你就会觉得这样很不好，对吧？拖累他。对。就老跟他提分手。我经常性提，基本上有病的时候是2-3天提一次，2-3天提一次，但是他每天就是都来医院看我。那阵儿第一次住院住的是隔离，因为他看不见，他就会在门口等着。我们也就是基本上说不上话，但是他还是每天来。当时我觉得不见面也每天去。对，不见面也每天去。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总跟他提，然后他也不当回事儿。然后比如说今天我就是实在是跟他闹得不行了，他也许是怕我的病情就是会有所影响，他就说那个好，我答应你。然后转天还过来，然后说你昨天不说了吗？分手。他说那个我说了吗？好像没记得我说了，就这样似的。到一直以后都是这样，到现在都是这样。舍不得他是吧？是。当你看到他因为化疗一头秀发都没有了，你的女朋友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什么感受啊，小杜？当时挺接受不了的，那实话就是，原来她头发特别长，然后挺漂亮，特别爱美，然后每天基本上都是出去玩是每次都换一个发型，然后觉得挺好看的，当时挺接受不了的。哭了吗？在楼道，在病房看完以后，然后跟他笑，然后逗他，就是讲这头，挺有意思的。那阵夏天，他总说，比较凉快，省着洗头了，总是说这些，就是稍微就是鼓励我的话吧。今天这也应该是假发。是假的，真正是一根头发都没有。那大家可能会问了哈，为什么还在坚持？姑娘也提出来了，
我知道当时他跟我说咱俩分手也是为我好，我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，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即使是两个人还没到谈婚论嫁，即使搞对象，我也觉得男人既然把那话说了，就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就放弃，所以还一直和他在一起。你现在好像很多的精力都是在照顾他，对吧？也不工作。没有工作，还从家里拿钱给他去治病，为什么不工作呢？我前一阵也工作过，然后他那阵在住院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他，只是晚上我去的时候，医院就是到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基本上不可以进去了，挺难过的。我觉得这个工作没有什么意义吧。我听他们说，每天早上8点半只要探视，他就第一个到送粥。对。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小李这个住院的那些护士们哈。是怎么说的？今天也来了，是不是？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这是护士长哈。你好。你好，他们俩算挺好的一对是吧？在你们外人眼里。算太好的一对了。刚开始李耀新住院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小伙子可能也是知道他的病情了，他和医生说过，如果需要他捐什么器官呐或者骨髓啊，他会义不容辞的。就是这个女孩只要需要什么，他都愿意捐给他。是的。你们碰到过这样的吗？我们碰到过，刚开始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不再去看这个病人了，然后就再也不会来了。就是你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放弃。放弃的特别多。像他这个就属于很少见。在病区里面，他应该算是一个阳光的病人是吗？她算一个特别乐观、特别阳光的一个小女孩。而且还特别懂事儿。您见过这个孩子哭过吗？在病区里没见过。从来没有哈。但是刚才你在说到小杜月知道耀新得病，跟医生说他需要什么我会捐，器官也行，骨髓也行，他现在就掉泪。他不知道，他好像没在。后来就是希望跟他说清楚，让他走是吧？对，我觉得就是不想再耽误他了，因为年龄也不小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觉得经济上的压力也有很多，不太想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有病。刚才那边人说了，我的希望真的不太大。还有啊？我知道，我就说真的，主要是不太想耽误他，因为他也挺好的，各方面都挺优秀的。你家里对小杜现在这种态度是一个什么意见？我妈挺喜欢他的，但是也是跟我一样，不想耽误他，因为毕竟他是个健全的人。这个病真的不算小病，真的可以危及到人的生命，所以真的不想耽误他，让他继续前途也好，是以后的婚姻生活也好，都不想耽误他。一个是因为爱要放手，一个是因为爱要拉着手就不肯放下去。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，专家老师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？让我们进入到真心丘比特问卷。我想先跟小杜说，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要陪他一辈子的话，那你是不是要开始担负起经济的责任呢？而不是什么都抛下不管。我希望你能提早打算，这第一点。而第二点呢，我跟小李说的，个人的意念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我相信你那么阳光那么正面，你对生命是不会放弃的。要让自己真正完全好起来，你必须让自己处在一个完全正面阳光跟快乐的环境里。你应该活在爱里面。你会因为拒绝他而觉得快乐吗？说实话，不快乐。不快乐，是的。而这份不快乐只会阻碍你的细胞好起来而已。所以我希望你这一点能看到。好的。而且还有最后一点，就是你们两个的角色的表情完全相反。他是阳光，你反而苦瓜脸。小杜啊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应该是永远从头笑到最后的那一个，而不管你的女朋友表情如何变化，你应该是始终笑的那一个。可是今天我看到的不是，你反而是愁眉苦脸的那个。请问这样的你怎么支持到你的女朋友呢？她会逗你笑吗？讲一些笑话吧，或者是
逗我笑什么的。哎，小杜，你把这一面展示一下，让夏老师放心。其实你说我没问题的。啊，是我肯定没问题。我相信他会对你逗笑，但我讲的是更深层潜意识的。他表面上逗完笑之后，他脸又沉默下来，其实你这个是一种负面的能量，所以你真的要阳光起来。我说不是外表，是内心。好，来，请你看着你女朋友，先把眼睛闭上。你想象自己是一个微笑天使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数到3，你张开眼睛的时候，对着女朋友说：“我是你的微笑天使。”1、2、3。我是你的微笑天使。这个小姑娘上来啊，我真没想到她是这么的阳光，又这么懂事儿。确实，我确实很佩服她。小李呢，应该勇敢的、大胆的接受她的爱，这不是一种拖累。我非常想说，感谢你的父母生了你这么一个乐观的女儿。所以我相信你能战胜疾病，对，一定能战胜疾病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，上天怎么那么不公平？那么懂事的一个女孩子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病魔找到了她？后来我发现，其实上天是公平的，在给她这个疾病的同时，带给了这样一个男孩子。老实说，在你们面前，我没有资格称老师。在爱的习题方面，你做的比我们好，比大多数人都好。当面临生命的考验的时候，你们响应心，响应爱。其实做了大家的示范，我相信所有的女孩都会羡慕。所以，你是多么幸运的女孩啊！为什么要放弃呢？不如把爱化为力量，把爱的故事变成一种不仅仅是鼓励你们向前的力量，还鼓励其他的人，包括我在内，让我们都更相信爱，又因为有你们在。所以，继续牵她的手。完成所有的人，男人、女人，想要爱的人，不敢爱的人，爱无能的人，让他们看着你们如此年轻，但面对生命的考验和爱情的考验的时候，你们紧握的手，请给我们力量和鼓励，继续握着他的手。耀心，伸出你的手握着他吧。我愿意帮助你们，我相信天下所有渴望得到爱的女人都愿意帮助你们，需要有信心。来，你们也经历那么多坎坷了哈，你们觉得支持吗？我觉得同甘苦共患难的故事我听了挺多的。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，我也很佩服小杜，我觉得你是个纯爷们儿。其实你们2个人今天上来，带给我们的除了感动就是感动。什么叫惊天动地的感情？就是你这样的。真的，我希望你们2人能手拉手的好好走下去。你一定相信，一定要相信自己肯定能好。我一直相信。你肯定能创造奇迹的，因为你有爱，还有亲情。对。谢谢哈。赵鑫妈妈，赵鑫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女孩子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小杜是不是在她生命期间真的做得挺好？真的做得挺好，的确让我真是挺佩服的。你跟女儿，其实刚才问女儿的时候，女儿也有说到过，说我妈妈其实也希望我们俩分开，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姑娘有病，我怕拖累人家。再一个，我挺喜欢这个男孩子的，尤其在我们现在孩子有病的期间，每天早晨6点多就到医院6点半才可以探视，到7点半人不撵都不走。完了就是说在他刚一有病的时候还得照顾我和他爸爸，他爸爸有糖尿病，我们家反正也孩子又得这病，全是我一个人撑着，完了这小杜一直帮着我撑着，我也觉得挺难为他的。我们今天一直在说这个自己的这个感动哈。我其实录制的时候我很少看表，今天我录制我一直拿着表看，
我就怕他的时间太长，对小李的身体不太好，因为我知道他的肺部其实已经有一些感染了，是吧？对。所以我们就想，在我的心里，我就觉得这个节目越快的，把它流程留下去就好。我也不让你们回转门了哈。现场的观众今天也不用表决，你们用声音来回答我。你们希望他们就这样相爱牵手一生吗？小李听到哈，这是大家的支持哈。今天你的主治医师也来了是吧？是。大夫好。刚才大家都一直是，我觉得哈，不管是脸上带着笑容的，还是说是流着泪的，都是非常非常的伤心，因为就觉得真是挺不公平的，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得了一个病。但是我是想跟大家说一下，她其实还是说在不幸中还是很万幸的，因为她李耀星得的这种疾病呢，是我们白血病急性白血病治疗里面治疗愈后最好的3种之一。所以不是说完全没希望。我觉得大家不要一听白血病就完全放弃希望，不是那样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还要我们干什么？那我们还努力半天干什么？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不要放弃，李耀星也不要放弃。其实你就是之所以做这个决定，你就是对自己其实潜意识里是有个放弃的，你不要放弃，你要相信我们，要相信你自己，要相信你的病会好，而且也确实有人好，有很多 MCO 的病人好了，而且我们也有病人结婚生孩子也有，所以我们就是说不要一谈白血病就这样，但是这个前提就一定要你要坚持治疗。你要坚持治疗，每一次李耀星住院，我们都是非常的着急，就是他总是不能够按时回来，总是不能。然后每次他妈妈来打电话说，查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就问怎么还不来，怎么还不来？但每次他妈妈支支吾吾，我也知道肯定是有经济的原因。他这个需要多少钱？他的这种费用呢，就是大概要3万到5万一个疗程，对对对。需要多少疗程？我们一般常规的治疗是7个疗程。一般是7个疗程，那么像李耀星这样，他如果能够按时坚持着7个疗程治疗的话，好的希望非常非常的大。好。而且就是他也没有经过什么其他的放疗这些。那么对于以后的结婚啊、生孩子，我想大家一定是担心这个问题，他自己也担心这个问题。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有那么20-30万，对这个孩子的生命来说，希望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对。谢谢大夫哈。小杜，你真的做好了说要跟他一生一世的准备吗？做好了啊，一直真的真的。耀星，问你个问题，如果今天小杜跟你求婚，你会答应嫁给他吗？答应吗？答应。来，小花童来，小新来，站在中间，这么美丽的姑娘哈，来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哪个很漂亮？女孩。啊？那女孩很漂亮，男孩很帅。你们家闺女也得这么漂亮。我特别喜欢小孩。啊。我接受你的爱。感谢天津东尼佩吉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，也感谢金立荷塘系列音乐手机为你们提供的一份订婚的礼物。谢谢谢谢。祝你们幸福。其实我知道，精神是需要的，物质也非常的重要，对吧？从我开始吧，一个疗程是3万到5万，我送你一个疗程。我祝你们开心。谢谢。在你们爱情的面前，我真觉得我们有很多问题处理是多么的渺小。小杜，我希望你能够坚持。谢谢。好吗？谢谢你们，请飞，请飞。可以说句话吗？可以。那个，首先我谢谢大家的帮助，很多人对我的帮助，我家人，还有医生们、护士们。然后呢，我最后想说一句，谢谢妈妈。